Every vibe flows on my heart. How long 난 난 예민할 수.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超人的心得。2025超人，最新的超人。首先，你觉得这部片你会给几分？几分？满分10分的话，我觉得有个8.5。哎，我也是8.5。嗯，还是我们现在应该用比的，这样才会有那个节目效果。哦，我8.5也差不多觉得8.5。超乎想象的好看。应该算是近期最好看的超级英雄电影。对，因为我其实是这样的，我自己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喜欢超级英雄电影。然后漫威的，在我的印象以来，漫威的至少它有一个平均标准，就是它不可能低于一个平均标准的分数。不好说啊，但是近几年烂的我都跳过。然后 DC 的话就很吃电波，有一些 DC 的电影我真的是 get 不到，然后有一些就是特别好看。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点踩地雷，踩踩看，不确定它是好是坏。但这次看超人真的蛮好看的，就我还蛮喜欢，是近期看到，近期看了5部吧。那么多吗？对，它算第1或第2了。我也觉得就是应该疫情之后应该没有那么好看的超级英雄电影。应该是这样。就是漫威就不说了，漫威它的水准上上下下的。你一部好，一部觉得不好像不错，漫威复活，然后下一部漫威就吃狗屎，漫威复活啦，漫威不行了，一直上上下下的。然后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呢 ，DC 的话，我就觉得一直都是，其实我是蛮喜欢上一个版本的 DC， 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很认真的把它好好的经营起来，我觉得很可惜。上一个版本的超人啊、蝙蝠侠，我都觉得选角选得很好，就是很符合原始的漫画的设定，然后跟像我这种老粉的这种，对，这个选角就是对了。然后神力女超人一开始觉得稍微有点不行，可是后来演久了觉得，好像还不错。然后最不行接受的大概只有闪电侠。沙赞吗？沙赞我觉得就是那不是我的，比如以正义联盟的5个来说，就是闪电侠，我觉得是不是选的稍微不行的。个人觉得那个闪电侠太 geek 了，就是感觉跟我的比较帅皮皮的那种感觉不像。我自己觉得选的最好的闪电侠应该算是电视剧版本的。就是在那个 Netflix 上面也有，大家可以去看，就电视剧版本那个闪电侠，我觉得他就是很有那种 Barry Allen 的那种感觉。那怎么说呢？他匆匆忙忙的，然后你会觉得他什么事情都是做的很不精准，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他会迟到那种人。然后呢，但是他在自己喜欢或是热爱的事情上面，就可以投入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的那种闪电侠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闪电侠的漫画一直让你会有一种，他虽然是世界上最快的人，但是他什么事情都慢别人一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反转。然后在电影里面我就觉得做不出这个感觉。然后但是前面的这几部就是正义联盟的选角都觉得选得很好，可是呢缺点就是他们的剧情一直都是让人很想吐槽的，就是有时候你就觉得这家伙有点弱智，就是你在干嘛？然后呢，在这一部超人里面呢，我就觉得不会，剧情呢非常非常的。就是都在智商上，然后我觉得最值得赞许的一点就是他把雷克斯·路瑟在这一代里面呢塑造的很好，你完全可以感觉出来他是一个用脑的坏人。我要讲我看电影的时候想要的那句，就是他是反派，但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的反派，就是他是在阳光下的反派，我觉得这种反派最坏了。就是他跟一般人、跟政府或者是一般大众的那一方完全站在一起，那时候你要怎么打败他？你要怎么打击他？就我觉得他这个电影把这一点的这个症结点表现得很好。甚至你有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反派，就是虽然他做的事情蛮坏的，但是你又可以想说他可能只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而已。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超人嘛，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拯救世界，这样很好，但是。你也不能说，就是雷克斯他的理念是错的，所以他执行上的方法，他用的手段是的确比较肮脏而已。对，但是你也不能说他的担心是错的，他就是说，如果超人今天他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人可以制衡他的时候，那他会不会有一天就是对人类造成威胁？然后人类对他完全没有辙，的确是这样啊。
就是如果今天超人他不是这么有大爱的人，或是他一直想把超人扳倒，你也不能说他是错的。就你身为一个人类的角度来看，就是你把一个像神一样的家伙搬下来，就是或者是我们要有一些对抗他的方法。这个事情站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好像是对的。虽然他做出来的手段是挺肮脏的，没错，就是去煽动别的国家内战啊，然后只是为了把超人搬下来。但是呢，就是他的原始的那个目的是，就是你可以说他只是立场不一样，也不能说他是真的很邪恶。然后他也是很就是赤裸裸的站在就是我的总部就这么大，就站在这，我就是公然的就是反对超人。然后就算你知道我所有的阴谋也没关系。因为你还是拿我没辙，你进来把我打爆了，你只会让我的计谋得逞而已，甚至我牺牲我自己我也没差，因为这样子你就从神台上面被我搬下来了。那他还有说，他跟之前的伟人什么爱因斯坦啊、伽利略这些，他说不要把我跟那些笨蛋相比。对，这个我也觉得他就是把他的整个形象塑造的很棒。就是我就是人类的顶点啊，我在人类的顶点去挑战这个神一样的家伙，然后我还是想要把他搬下来，所以在这个角色的塑造上，我觉得他就是塑造真的很棒，很立体。然后你不会觉得说这个反派跟超人这种无敌的感觉是气势上有点就是比不过或怎样，不会，他们就是势均力敌的。所以我就是靠着我的大脑，然后跟你这个空有一身肌肉的家伙，我照样可以跟你叫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剧情跟人物塑造上是比之前更好更强。我觉得超人那边也比之前的更立体。就是我之前看超人，虽然已经很久了，我只记得一点点。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屌炸天，然后能力很强，就是所向披靡的人。但是在这个版本的超人里面是，他还是会有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情绪，然后还是会有我觉得比较有人性的一面表现在这个电影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就以前的超人感觉都很平面，比较，我觉得以前他就是比较想塑造成他是一个比较像神一样的形象，就是他没有这么多的人性面的，就是纠结在这里面。可是这一代没有，这一代就是很像是他真的就是一个人，你可以感觉到他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他能力比你多了一点而已。他可以飞啊，他有什么很大的力气，可以发射雷射光这种，他多了很多超能力，但是他生活上他还是一个人，然后他只是因为身为一个人的这种正义感，然后才站出来的。他不是就是一个像神一样的角色。可是的确站在雷克斯的角度上来说，他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外星人，你跟我们不是同一种人，然后你再怎么装得很像，你也就是一个外星人而已。然后这一个版本还加入了狗狗的角色，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部电影它从头到尾我觉得都没有冷场的地方，就算是那种有一点小过场，就是有点平淡，它都有一些很有趣的笑点，或者是像狗狗的不同反应塞在里面，就你会有很多会心一笑，或者是那种美式幽默，是真的好笑的美式幽默在这一部电影里。狗也不算是一个花瓶，就是你可以感觉到有这只狗的确帮超人帮了很多的忙。狗真的演得很好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配角。就是在剧情的铺陈上面，然后或者是说他的表现，不管是他在中间的关键的剧情的转折，然后或者是他在一些笑点的安排上面，都是很完美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比死侍的狗戏份还多，非常多。就是死侍的狗，你会觉得它是一个硬插的笑点，可是这个狗你会觉得说，对，它就是一条狗你要它怎样？它就是那种很常会遇到，就是管不好你的狗啊。就是然后它常暴走，或是会错主人的意思，然后做一些很好笑的举动。就是你要叫它坐下，它就是没有要跟你坐下的意思，你没办法，你拿它怎么办？它听不懂。然后在超人找他狗不见的时候，那个地方你也会觉得剧情安排的很合理。我狗不见了，完蛋！最重要就是我的狗不见了，就是我的整个堡垒被拆过了，那些什么那小事，我的狗嘞，我的狗怎么不见了？那种。就是很人性化的一面，也是塑造的很好。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是好像是每个人生活里面都可以遇到的事情。就算他是一个超级英雄，但是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的那些无敌的超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就像是我想要在全世界找到一条我家的狗到底跑去哪了，我是找不到的。就算我是超人，我还是找不到我家的狗去哪了。所以
以他的这个小配角来说，我觉得也设计的很好。然后他这一次呢，也没有重新再讲他的超人的起源故事。哦，对，没有再跟你讲说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超人的，没有，我就已经是超人了，而且也直接带出说我有很多超级英雄伙伴，就是什么鹰女啊，还有那个神秘的黑人，不知道是什么角色，那我也环球觉得黑人，他们的角色也不是单纯的只是很无聊的配角的感觉，就是他们还是有把他的形象塑造的出来，你知道他的个性是什么，然后他的武器是什么，可能他擅长什么东西，就我觉得跟之前 DC 的电影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以没有看过漫画的人来说，应该也都是可以，就是很快的进入，就是说反正这个家伙就是干嘛的，就是一个是聪明的嘛，然后绿光战警就是看起来，比较搞事的，有点小混混感觉的绿光战警。然后他留了一个很好笑的头。对，然后鹰女就是没有啊，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战士角色，我也没有要干嘛，就是一个拿锤子挥人的角色。然后飞的时候会一直乱叫。对，会大叫，发出老鹰的咆哮，恶龙咆哮的这种角色，然后不会太抢这个超人的主角的戏份，我觉得。但是有趣的。他们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些角色都是有用的啦。然后就算是比较可能像鹰女，她在里面没有太多的戏份，可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有这个角色是可能是完全就是出来然后就被冷冻，然后或者是说他是一个鸡肋的角色，不会，你就觉得说好像还蛮合理的。他就只是戏份少，但你不会觉得他是个鸡肋。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呢，在整个剧情角色安排上面，都比之前的好，非常非常非常多。哦，那还有反派的阴谋那里也觉得设计的很好。你昨天有讲，就是你觉得一切他的那些行动跟他规划的那些，例如说怂恿两个国家战争那里都觉得蛮合理，没有很硬要的感觉。我觉得里面还有一点蛮值得提的，就是他在那个农民集结在边线，然后拿着那个铲子在那边对抗坦克的时候，然后他们不是大面喊超人那个吗？我觉得那边做的那一幕真的是拍的。你说那小孩子一直把超人的旗帜立起来那里吗？对 ，Superman，他们在那边喊，然后立那个旗子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一幕是还蛮感动到我的。我以为超人会去，我就想说，就是明明你知道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了，超人不在这，就是以观众的视角来说，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超人现在不在这，然后他感觉也不可能是什么3秒钟解决那边事情再飞过来解决这边的事情，不可能那么瞎。然后想说这群人是不是完蛋了，要死光了那没有种感觉。这一代超人有朋友，然后我就想说，该不会有像是什么他堂姐会跑出来吧？就是因为我知道漫画里面嘛，就是他有堂姐，所以我想说，Super Girl 要出来了吧？就是感觉很符合现在的设定。他也没有硬要塞一个角色进来，就是他就是说没有，就是之前介绍过的角色，我再拿出来说有没有？这些是我朋友，不叫我还有那个元素面，对啊，我叫我朋友去啦，没问题。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OK， 就是 OK 啊，可以啦。我是有朋友的，我就是可以叫我朋友去处理。然后你也会觉得说这些角色不鸡肋，就是我在超人我在忙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同时世界上其他地方要忙，我可以找我朋友去处理这些小事这样子。然后他的那个访问那边，我觉得其实整个桥段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好。你说女朋友访问他，对，我是看了在预告的时候，我是看了这个片段，我才决定去戏院看的。我原本是想说还好吧，应该就是跳过，应该也没差。哦，我觉得他的海报做的太经典超人了，就反而你对如果单看海报的话，你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你就想说哦，又是另外就是超人嘛，超人。然后你说是因为预告感觉比较有趣才想看，就是预告他有把这一段访谈，就是路易斯跟他超人，你说他作为超人这个角色，然后进行访谈，然后这个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比较常看的可能就是漫画里面，但是漫画里面没有那么你感觉不到他的那个氛围感，就是他是很紧张的，所以漫画可能就是对话框嘛，就是2个对话框这样子在跳而已。然后这个电影完全有把这种比较成人的东西带出来，就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报社女记者，然后既然我用我这种职业的身份来访谈，就是采访你的话，那我就要问出所有关键的问题，就算你是我男朋友也一样，就是我就要问到说你是不是有在出发之前你是代表的是我们国家吗？你有跟我们的总统，有跟我们的国防部长，有跟我们任何的外交部长去做过这种咨询之后，你才出发的吗？没有。
没有，你什么都没想过。那你有想过他们对方打的是什么样的口号吗？他说要解放对面，哎，就是对方当然是打着正义的名号才出军啊。所以你就代表说你是以我们国家的立场去帮助另外一边，就算他们是看起来比较弱势的国家，但你就是公然的去侵犯了其他国家啊。这种就是一来一往的这种问答，我觉得是攻击，是真的要在电影，然后你才可以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氛围，然后再加上是需要用真人去演绎，你才会真的很有代入感的感觉到说，他们两个人的那种交锋是。你在当下你也会觉得说超人其实没有做错，但是他没有，但我要怎么才让你知道我只能这样做了呢？我对我怎么告诉全世界说，我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对，人类不应该去发动战争，这是可能是超人的底线之类的。因为会有很多人死掉，他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生命死掉。对，我是一个好人，所以我代表我自己去阻止了这场战争，但是阻止了这场战争之后，人类又不是这么简单的时候，有很多复杂政治问题是你出去阻止这场战争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们后续有这么多的效应会发酵，然后你都没想到，然后这些最后再一路串回就是雷克斯的大计谋里面，那就觉得说哇，这个坏人真的好坏哦，他为了把超人搬下来，然后想了这么多的步数。他感觉什么一步接一步，一步接一步。他在中间战斗的时候，也把超人所有的招式背下来，就觉得我都想到这么多了，就为了把你扳倒，然后扳倒又是顶着我们人类的大旗，有没有？我是要对抗巨人，牺牲这些人也是为了对抗巨人，就是为了要把你这个超级英雄搬下来，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觉得说他真的是一个很坏的角色，然后他就是很完整的把这些剧情错综复杂的剧情先收束起来，然后演绎出来，然后你完全不会觉得中间有任何的冷场，然后或者是感情戏是多余的，这些都没有。你会觉得说，对，他超人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女朋友，真的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人，就是他有这些超能力。应该说他故事都讲得很好，然后也很有代入感，所以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不会有太多出戏的时候，应该说我几乎没有出戏的时候，那你也不会觉得剧情太荒谬。对，然后像是他中间不是还有一个背景是在打地狱恶魔，然后那里我很喜欢，一边后面在打对弹的时候呢，然后超人飞回他自己的家里，然后坐在那边喝热可可，说：“哎，现在真的心很累。”全世界都不懂我的狗还不见了。然后外面还有那个次元恶魔，他说没关系，那只是次元恶魔而已，他们搞得定。对，那只是一只次元恶魔而已，那不用管它。而且那个还特地做了就是蛮好的特效，所以就是很华丽的次元恶魔在被打。后面有很大，那里真的蛮好笑。对，然后绿光战警还一直变很多奇怪的网子什么的出来抓他，然后什么的，就是你会觉得很好笑。然后前面又演很认真的戏，就是他还跟就是女朋友谈心，说，我决定要去自首，然后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把我带到我的狗去的地方，这是我唯一的方法了。然后后面那边打次元恶魔，真的不用管他吗？你确定吗？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场景我也觉得很喜欢。就整体而言呢，我觉得 DC 要靠这一部翻身是打了很不错的翻身仗。会让我期待他后面要拍的超少女，他表姐已经确定要出电影了。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一些伏笔啊？就是那五角大厦里面那些人，他还没有那些人感觉是重要角色，可是都没有琢磨太多。然后结尾的时候，他们不是有2个人有互相讲的话，我想说那是他在帮下一集铺垫什么吗？应该也就是把其他的角色带出来吧，他的宇宙重启嘛。但我要讲一个缺点，这我个人的觉得有拍不好的地方。什么？就是他的超人的服装，我还是比较喜欢上一部的超人的服装。老实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差，不都长那样吗？就是他的壮硕感没有做出来，我觉得比较可惜。可是我没有那么喜欢以前那种看起来很像里面塞了东西的那种很夸张的肿胀感的超人。我比较喜欢那种。我比较喜欢这一种，就是很像生活里会出现的。然后你说他的帅气程度还是很帅。对，我觉得他
一开始你看那个，我觉得看预告的时候没有觉得他真的很帅，可是整部电影你是可以感觉他出来他还是很帅，是很帅的超人，不管是脸啊身材都还是很不错。可是我觉得身材他真的有几幕拍的不行，尤其是他手被绑在后面，然后被抓去关之前，然后他在那边被羁押的时候，整个人的身材是呈现直板的，我就觉得啊，这不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就是他应该有这里要有肿一点，他至少要有一点可能要像倒三角的感觉吧，馆长一样。要有练过的感觉，可是他感觉真的很像普通人，你知道吗？就一个普通人，然后穿着 cosplay 的服装，然后被抓去关那个地方，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了。可是他在战斗的时候又觉得，就是又还蛮帅的。就是他他在打那个一个很大的怪兽的时候，他不是要打死不打死那边救人那个，然后他那边说，嘿 ，look in my eyes， 然后啾飞走，然后觉得看起来蛮帅的，然后这边飞来飞去打怪的时候就觉得蛮帅，可是他被反手绑的时候，然后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场景处理的也太烂了吧？怎么像耍一样这样直直的？你怎么没有身材？你的身材就这样不见了？然后这是我个人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但是小问题就瑕不掩瑜。他还有机会啊，后面的集数可以练壮一点。其实超人穿紧身衣那个是垫出来的，看得出来、全部都是垫超夸张啊。可是他本人就是他在正义联盟的时候，他有一个不是刚苏醒。然后他一个人对正义联盟全部的人，就是什么神力女超人啊，然后水行侠，然后还有闪电侠，全部人一起去打超人的时候，那个地方他是上半身全裸，你就觉得说哇好壮哦，他看起来就是这么壮，对，超人就是应该像这么壮才对。然后但是在这一代就觉得，有点普通人了，就是真的有几幕变得有点像 cosplay， 而且是 cosplay 有点差的那种，就是没有很认真在设计的 cosplay， 所以我希望之后可以再练壮一点，就是维持他要维持他战斗的时候就是他战斗的时候应该用特效吧，所以他战斗的时候那个身材比例是还不错的。可是他有一些是实拍，然后就是穿着紧身戏服，然后就变成那个突然间变很 low 的感觉。我有这样感觉，所以我那个地方我稍微有一点出戏，但其他的地方我都觉得不错，很好，蛮推荐，可以去看。没错。好，大概就这样，拜拜。拜拜。